中世纪晚期遭遇了天启四骑士的冲击，也就是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在这种仿佛世界末日的时代里，迫使欧洲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还更需要宗教的寄托。但偏偏我们在上一集时说过，教皇历经了听命于法国国王的亚威农时期、3位教皇的大分裂时期，回到意大利与教会公会议争权的时期，可以说是毫无威信可言呐。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宗教顶层不值得信赖，那么底层呢？也就是在各地的修道院与教士们，能够回应广大民众的需求吗？直接说答案，大多数都无法哦。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有2点。首先是他们自身的状况，因为教皇的财政需求，导致教士得向信徒索求更多的税收，再加上瘟疫可不会管你是不是神职人员啊，所以当黑死病爆发时，教士们也纷纷逃亡。再来就是信徒对他们的信赖崩塌，当他们发现教士们过得纸醉金迷，面对瘟疫时仓皇逃离，那么教士也就没有什么道德或精神上可以崇敬的了。再加上基础教育的普及，也让更多人能够独自阅读圣经，而一旦他们能够自己看得懂圣经后，那么就更能发现教士们有多么的不合格。因此，这个时期底层信仰走向了3种变化。第一种是物理上的狂热，既然顶层教宗与底层教士都不值得信赖，那么他们就自己祈祷，不断的祈祷与弥撒，或是赤脚参加游行。如果不停的祷告还是无法逃离死亡的威胁时，那就再更极端，走向苦行，或是鞭笞自己，甚至互相用兽皮或链条抽打对方，希望透过这种残忍的方式，渴求平息上帝的愤怒。第二种则是精神上的追求，信徒们试着透过默祷或冥想脱离俗世，并与上帝交融。这种方式被称为神秘主义。代表人物是道明会的艾克哈特，他认为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火花，透过把各种念头都抛掉，就可以在那里找到神性，那里也是上帝的住所。这样神秘主义的传播，让信徒对于外在的礼拜或是去教堂的行为不再那么受到重视。相反的，大家更强调心灵与上帝的连结，并在15世纪左右，神秘主义经过调整与改良，由日耳曼北部的修士汤马斯撰写了一本《效法基督》，成为主流。书中教导信徒如何透过简朴的方式默念圣经，达到内在虔诚的基督徒。第3种在当时被视为是走向异端的途径哦，特别是在英国，有一位牛津大学的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他认为能够得到救赎的人是得按照圣经过着简朴生活的人，至于那些铺张浪费的教士们，则会受到惩罚。所以他主张把那些不义之财上缴国库，并让各守简朴的修士们取代那些腐败的家伙。而这样的论点非常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哦。毕竟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把教会的财产给收为己有嘛。在约翰死后，他的想法吸引了不少的追随者，并发展成罗拉德派。他们钻研圣经，依赖个人的道德，并把腐败的教会给抛弃。这样激进的思想，在英国引进对异端处死的做法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罗拉德派并没有完全消失哦，相反的，这种不满教会的声浪还持续的存在。有一位在牛津大学上课的捷克学生，他把约翰·威克里夫的思想带回了波西米亚。其中一位牧师杨胡斯深受启发，并开始号召信徒结束教会的腐败。在公元1408年开始了改革运动。胡斯对于社会议题的关心，以及上层正处于大分裂时期，都让这场改革迅速扩张开来。一直到公元1415年，教会决定结束这种纷乱的大分裂，召开了康斯坦斯会议。我们上一集时说过，这场大公会议结束了3位教皇的分裂，重新选出一位新的教皇，并成立了教会公会议嘛。当时胡斯也有前往这场会议哦，他希望能够在会议上说服教会的高级教士彻底执行改革。教会也承诺会保证胡斯的安全，但在他抵达会场后，却遭到了审判，最后以异端的罪名被架上了火刑架。胡斯被烧死后，波西米亚直接公开反叛，这些底层的农民与工匠组成了军队，击溃了好几支从日耳曼前来讨伐的圣战骑士。
并要一直等到17世纪宗教改革后，才重新回归到天主教的阵营中。不过这个部分离得有点远，我们之后再来谈。聊完了社会面向，也就是因为社会结构被破坏，加上底层受到剥削而引起的一场场动乱。宗教面向则是因为上层的纷乱，底层从外在物理与内在精神，甚至被归类为异端的各种途径，众人试图找到自己的心灵救赎。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更加混乱的政治面向。首先我们来看意大利，教皇透过一次次对霍亨斯陶芬势力的十字军征讨，使得意大利南方一直都处于战乱与动荡之中。后来，教皇甚至跑到了法国南方的亚威农，让意大利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而北方的城市，像是威尼斯、佛罗伦斯等等，也因为经济倒退而陷入社会阶层的冲突。像是我们在上一集才说过的舒茅宫起事，直到黑死病结束，社会逐渐恢复，威尼斯、佛罗伦斯、米兰三大城市才开始扩张领土，并征服了意大利北方的其他城镇。在15世纪中左右，意大利可以简单分成北方的3个城市国家，中部的教皇国，南方的那不勒斯王国。这3大势力彼此达成协议，不论哪一方想打破这种平衡，其他盟友都会联合起来反抗。也因为这样的协议，替意大利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局面。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让文艺复兴有了发展的土壤。不过这个部分我们晚一点再来谈。意大利往北，越过阿尔卑斯山，来看看日耳曼地区。我们可以说，自从腓特烈二世将重心从日耳曼转移到意大利南方后，这个地方就陷入了漫长的王侯混战中。不仅是大贵族互相征伐，就连只有1-2个城堡的骑士也想摆脱王侯的统治，使得政权无比分裂。公元1450年后，一些比较强势的王侯开始效仿英法的民族君主制，像是巴伐利亚、奥地利、布兰登堡等等。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与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家族也成为之后日耳曼最有影响力的2个家族。提到了英法，那就不能不提这2个民族国家陷入的纷乱，那就是从公元1337到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这场打了不止100年的战争，起因在于这2个国家长久累积的恩怨。一开始，英格兰还有统辖法兰西南方的一些地方，不过在腓力二世上任后，他开始扩张领土，希望把英格兰给赶出欧陆。而关键就在于公元1328年，法兰西卡佩王朝的男性继承人断绝了。这就让英格兰有了非常好的借口，可以透过宣称因为联姻关系而能够继承法兰西的王位。法兰西当然不同意嘛，于是战争便爆发了。原本大家都以为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法国可以获胜，但偏偏人数劣势的英格兰，透过训练有素的长弓兵，在克雷西、普瓦蒂埃、亚让库3大战役中重创了法兰西的骑士。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英格兰的士兵是在法国作战，使得本国的家园没有受到战争的损害。再加上当时法国国王多半都是昏庸之辈各方王侯也是趁乱谋取利益，尤其是勃艮第脱离法国与英格兰结盟，更是直接威胁到法国的存亡。而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公元1429年，圣女贞德横空出世，他说服查理七世让他统帅军队，在贞德的鼓舞下，法军短短几个月就收复了大半的领土。不过我们都知道后来贞德被勃艮第人给俘虏，并在英国主导的审判后被当众烧死。但透过贞德努力扭转的局势，最终还是让法国在公元1453年将英国在法兰西南部的最后一个据点给攻陷，结束了这场英法百年战争。同时别忘了1453年也是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同一年。法国在取得胜利后，国王的声势进一步的提升，不仅能掌控国家税收，还能建立一支常备军。这使得路易11世之后有足够的实力，在公元1477年进军勃艮第，接着又透过联姻取得了布列塔尼。换句话说，在15世纪末，法国就已经取得了跟现今差不多的版图。那至于战败后的英格兰呢？关于这个部分，我们留到下一集再来继续跟大家聊聊。